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疑问？回到未来为什么出4？局盘为什么不出3？有些游戏即使出了2，不少人觉得还是不如不出，而有的作品呢，只出了1部，甚至有的1部都没做完，就可以成为一代经典。在如今的时代，不论是游戏还是影视作品，都没有了设备性能不行的现实。但是为什么做不出从前那种一代又一代的经典？我们现在要清楚一个问题，就是经典不一定能复刻。老的制作人员该退休的退休，该转行的转行。现在还在工作的制作人员，要么就是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要么就是向商业低头。老游戏就像你疲惫时可以坐下来谈天说地的酒馆，现在新游戏更像是一个想把你的金钱和时间全部挥霍在里面的一个赌场。这也反映了为什么近几年那么多老 IP 的重置，甚至出续作，这很显然就是在创作和商业之间取得一个妥协。网游也有不少，例如魔兽世界、冒险岛、天堂这种老玩家回归、新玩家入门的也不少。过了一段时间后，玩家就逐渐减少，但这些网游基本上也是只有最初那版本热度高。我们通过这些重置怀旧就知道，当初技术只是限制了艺术的表达方式，但是限制不了艺术的灵魂。限制的艺术有很多，就例如这个 ASCII 艺术，还有老游戏经常见这种像素艺术。你现在用的颜文字或者这种表情符号，也是当初限制艺术的一个表达。在创作方面也有不少，就例如这个8比特音乐，又叫芯片音乐，也是当初技术受限时的一个表达方式。比较近代一点的就是这个点 IO 小游戏，点 IO 游戏也是不少人在 Flash 之后的一个回忆点。我们现在的硬件早就没有当初那么极端的性能限制，然而像有意思的作品却寥寥无几。你现在想一下，10年前你用的手机跟你现在用的手机有多大区别？手机从刚开始宣传的屏占比，到后来的全面屏、高刷屏、曲面屏、折叠屏、盈亏屏，这些里面有多少是你真正想要的技术？有多少是因为营销强灌输你的一些概念，从而去使用的一些技术？这些东西要我说，就是在现在一个意义不大的军备竞赛。就例如英特尔的13、14代 CPU 那么多出现蓝屏死机，这本就是英特尔为了突出产品迭代的提升，放弃了稳定性，为了跟友商比较性能，所以就会导致这么多游戏甚至需要特地给你发公告，告诉你这个 CPU 有问题。但最后麻烦的是谁呢？还是你消费者。随着如今设备集成度越来越高，我们也逃不掉因为高集成度带来的低良频率的问题，更别说因为商业竞争关系导致一个产品以走量的方式进行宣传营销。我们改变不了外在的因素，只能改变你自己。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更好用、更耐用的产品，还是廉价但勉强够用的设备？更好玩、更耐玩的游戏，还是画面以假乱真但帧数捉襟见肘一个游戏？你觉得无关紧要的选择，但是到最后可能就是决定了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相关技术的一个发展方向。他们如今竞争的是可以随时间逐渐磨平的棱角，并非当初可以沉淀下来的作品。当初的经典作品不再出续作，往往只是作者自己觉得很难达到当初的水平，自己过不去心里的坎，就不会为了续作而续作。即使是不强行出续作，但是他们还是会不断的进行创作，会不断创作新的主题。就像半条命，虽然没有出3，但是还是出了一款 VR 作品。即使是发作过了这么久，它还是 VR 游戏里面必玩的精品游戏。一个真正有趣的作品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但如今粗制滥造的作品却大行其道。我们作为消费者要抵制他们，最好的方式并非通过诋毁，而是通过自己手上的钞票进行投票，把资金给到更有创意、更有意思的作品，可以支持那些创作者继续创作，这样才能让整个行业进入正向的一个循环，这样才不会让粗制滥造的作品成为行业的主流，劣币驱逐良币，破坏掉整个市场，让该有成就的作品获得它应有的成就，让这个行业的毒瘤滚入它不应该在的市场。